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號，今天是星期二。好，每周二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今天一樣，我們來說一則成語故事哦。好，這個成語有時候會用，我覺得不是那麼常用，但是呢，母語者都知道它的典故。好，那所以同時呢，這是一則蠻有意思的故事啊，所以我們學越多成語故事，就對中國的文化還有對中文的使用會更深入啊。好，那麼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理查老師。你也可以成為我的 YouTube 會員。好，成為我的會員可以得到老師 HSK 的文字檔，還有可以得到老師自己寫的原創小說。好，所以如果你喜歡讀小說、看故事的同學，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好，每一個禮拜或每2個禮拜都會有一則老師自己寫的原創故事哦。好，歡迎蘭墨，還有蘇瑪麗，好 ，Alexander， 麗芬，歡迎 Mandarin， 佩霞，好，安子玲，歡迎，還有誰？尼克的頭髮，歡迎，歡迎頭髮先生，艾雲，你好。好，那麼我們來講故事吧。今天要講的故事叫做黔驢技窮。Hello Hardwin， 黔驢技窮。好，那麼黔這個字可能對你們有一點困難。其實呢，這個字是一個地名，就是現在的貴州省大陸的一個省在西南部的一個省。所以這個黔其實它指的是一個地方。好，驢，你們知道驢就是驢子你可以叫它驢，你也可以叫它驢子，不是馬不是馬，驢跟馬是不一樣的好，驢，技就是它的技巧、技能，它的 skill 技能，窮就是沒有了，它的技能沒有了。好 ，OK， 可能你們會覺得有一點奇怪，為什麼驢子的技能沒有了？驢子有什麼技能呢？好，我們今天就來看看，探索一下這個故事在說什麼好 ，Hello 裴靜，還有 Perthling， 歡迎。好，在很久以前，黔是哪裡呢？就是現在的貴州省。這個地方沒有驢。好，這個地方黔現在的貴州省以前是沒有驢這種動物的，所以我們可以想象，就是在黔這個地方的人可能從來就沒有看過驢子，因為這個地方是沒有驢子的好 ，OK， 好，所以你們不用擔心這個字怎麼那麼難，其實它指的是中國現在的貴州省。好 ，OK， 那沒有驢子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們繼續看。有一天 ，Hello 雅玲，有一天有人從外地帶來了一頭驢。好，這個地方沒有驢子，那麼有一個人從外地，就是貴州省以外的地方，別的地方的意思別的地方帶來了一頭驢。好，那麼黔這個地方就開始有驢了，因為這個人開始把驢帶進來了這頭驢子帶進了黔這個地方好，那又怎麼樣呢？又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們繼續往下看。這頭驢體型不算小，毛是灰色的，耳朵很長，它的脾氣很暴躁。這頭驢呢不是小只的驢子它的體型不算小好，體型就是它的 figure它的體型不算小。
可能是比较大的驢子哦。好，那麼毛，這頭驢的毛是灰色的，耳朵我們都知道驢的耳朵長是很長的，对不對？沒有那麼長，但是比一般的動物還要長。Hello Henny， 它的脾氣 temper， 脾氣很暴躁。好，我們英文會說 quick temper， 對不對？我們知道驢這種動物的脾氣都不好，對不對？很容易生氣。什麼叫暴躁？就是很容易生氣，一點都不冷靜，很容易生氣啊。你也可以說耳朵長長的，耳朵長長的啊。好 ，OK， 我們繼續往下看。一天，老虎正在尋找食物，他第一次看到驢，所以躲在樹後面，小心的觀察。好，我們知道前這個地方是沒有驢的，所以呢，在前的動物也都沒有看過驢。在前這個地方，老虎也沒有看過驢，所以呢，老虎在尋找食物。可能老虎肚子餓了，它想要找吃的東西。那我們中文可以說獵物啊，老虎在找獵物，獵物就像英文的 prey 啊 prey 啊。好，老虎在尋找獵物，好，或者你可以說它在尋找食物。好，老虎的獵物可以是哪些動物呢？像牛，老虎會吃牛，對不對？鹿，對不对？所以這些都算是老虎的獵物啊，獵物，對，沒有錯，立分獵物prey。好，那老虎第一次看到驢，這是什麼動物啊？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動物好，所以呢，老虎很謹慎，它很小心，它很謹慎，它要搞清楚這個動物是什麼，所以它躲在樹的後面。它躲在樹後面小心的觀察，它到底是什麼動物呢？很小心的 observe 觀察，很仔細的看一看，它要搞清楚這是什麼動物啊？好，老虎從來沒有見過驢，它心裡很害怕，不敢靠近。好，因為老虎他對沒有見過的事物一定會有一點害怕，所以他不敢接近驢。好，那所以呢，而且我們知道老虎心裡很害怕，不敢靠近。我們也可以說老虎其實蠻謹慎的，蠻謹慎的，他很小心謹慎。老虎很可愛，Mandarin 說老虎很可愛。好，對，老虎在找獵物，很好。騎驢找馬指的現在的意思是說，你現在的工作沒有辭掉，但是呢，其實你私底下在找別的工作，這個叫騎驢找馬。現在騎驢找馬的意思就是這樣子，你沒有辭掉現在的工作，但是你私底下在找別的工作。如果你找到更好的工作，你可能就會跳槽去那個新的工作。這個叫騎驢找馬。好，第二天，老虎又走近了一些，驢子看到老虎，突然大叫，突然大聲叫了起來。驢子怎麼叫？我不會叫，驢子會怎麼叫？咦吼，驢子會怎麼叫？我也不曉得。跳槽沒有錯。Hello， 那個誰呀？慧君嘛。好，對，跳槽就是從一個工作換另外一個工作，叫跳槽。好，那麼所以呢，驢子看到老虎，驢子很生氣。我們剛剛知道驢子這種動物的脾氣很暴躁，所以它突然大叫起來，咦吼！然後驢子都是叫咦吼這種聲音，對不對？它突然大聲叫起來，或你說大叫也可以啊。好，那麼所以驢子的聲音很大聲我不會念的。好，中文也沒有特別的聲音咦喲這樣子。好，驢的叫聲在山谷裡回響，非常響亮。
老虎嚇得轉身跑回山上。好，那各位同學，因為這個驢的叫聲很大聲哦，你可以說驢的叫聲很響亮。還有一個詞我們上一次學過，洪亮，也可以用洪亮哦。驢的叫聲在山谷裡回響，就是一吼，然後山谷又會一吼回來，這個叫 echo， 對不對？這個叫回響，喲，山谷會把你的聲音反彈，對不對？反彈出來所以你喊什麼，山谷也會傳回一樣的聲音一樣的聲音。好，那這個叫做回響就是你聲音發出去，山谷會傳回你的聲音其實這個還有一個詞彙叫回音山谷會有回音。如果你對山谷大喊，山谷也會反彈傳回你剛剛大喊的聲音，這個叫回音，英文叫 echo， 回音好 ，Hello Breeze。好，那洪亮其實更常用在形容男人的聲音很大声，回音不是回应，回音不是回应。好，这個叫 echo 回音，回音是一個名詞，回響是一個動詞不一樣。回響是一個動詞，回音是一個名詞一個名詞回音。好，所以這個你們要知道，回應是 response 不一樣，回應是 response， 回音是 echo 不一樣。那這個回響是 to echo 不一樣好，那驢的叫聲非常響亮其實這裡用響亮更好，我覺得洪亮當然也可以，不過洪亮一般是形容男人的聲音很大聲，很有精神，所以叫洪亮，聲音很洪亮，一般是人的聲音好，老虎被這個聲音嚇了一跳所以他嚇得轉身跑回山上好，這個音不是音樂，是聲音的意思。艾雲，這個回音的音是聲音的意思 ，sound voice sound 不是音樂的意思好，過了幾天，老虎還是很好奇，哎呀，這種動物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物？為什麼聲音這麼大，脾氣這麼暴躁？所以這個老虎很好奇，於是呢再次靠近。好，再次就是 once again， 再一次也可以，再一次好，那麼靠近就是離這個東西很近靠近。這一次驢子非常不耐煩。好，什麼叫不耐煩？就是你對一個人沒有耐心，很容易就厭煩了可能對方是很煩人的人，一直纏着你不放，一直跟你說話，但是你不想理他，所以你會慢慢變得很不耐煩，你不喜歡這個人，你不想再跟這個人有交流，你不想再跟這個人說話，你會顯得不耐煩，你會不喜歡他你想離開他不耐煩。好，對這個人沒有耐心叫不耐煩好，比如說有一個男生一直纏着你，如果你是美女，有一個男生纏着你，但是你不喜歡這個男生，這個男生一直跟着你，你就會對這個男生感覺到不耐煩，會很厭煩，很討厭他，不想跟他說話好，那麼驢子不耐煩之後他會做什麼呢？我們往下看驢子用力抬起後腿，重重地踢在地上，發出一聲巨響，老虎嚇得魂飛魄散，逃走了好，這個驢子呢用力就是你會用全身的力氣用力抬起後腿，好，後腿，然後重重的踢在地上。那麼你後腿重重的踢在地上會發出很大的聲音，所以我們中文可以說發出一聲巨響，巨響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聲音，叫巨響
麗芬問說，我們問太多問題時，老師會不會覺得不耐煩？當然不會了，我喜歡問題啊，你們盡量問，沒關係。好，發出一聲巨響，好，就是發出一聲很大的聲音，很大的聲音。老虎嚇得魂飛魄散。哎，老師，什麼叫魂飛魄散？就是人有靈魂，對不對？有 soul， 有靈魂，結果你被嚇到了，太可怕了！你被嚇到，魂都走掉了，魂都飛了。哦，我们中文會說魂魄，就是你的 soul， 魂魄。哦，其實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面有三魂七魄。哦，這是中國人的文化裡面會說的，人的身體裡面有3個靈魂，有7條魄，精魄。哦，所以叫三魂七魄。那你的三魂七魄都飛走了，那你就沒有靈魂了。所以魂飛魄散的意思就是你被嚇到了，你遇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被嚇到魂都飛了，你的靈魂飛走了，你的 soul fly away。 所以其實就像中文說的，被嚇死了，靈魂飛走了，被嚇死了，你的靈魂都被嚇飛了。哦，所以這個很有意思的一個表達哦，我被你嚇死了，靈魂都飛走了。那我們中文不會這樣說，靈魂都飛走了，不會，我們會說被嚇得魂飛魄散。哦，被嚇得魂飛魄散。那所以老虎逃走了，因為他被嚇到了，老虎逃走了。好，逃 flee 逃走了。好 OK， 所以這個驢子好像很厲害耶，它連續2次把老虎嚇跑了，好厲害的驢子哦。好，所以這個驢子的確是有一些 skill， 這個驢子是有一些技能的，對不對？它有把老虎嚇跑的技能哦。對，三魂七魄，soul leaving the body。對，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故事會怎麼發展呢？就這樣。好，什麼叫就這樣 ？Like this, in this way， 就這樣啊 ，like this， 就這樣。老虎試探了很多次，老虎慢慢發現，這頭驢只會2種動作，第一個是大叫，咿吼大叫；第二個是踢。老虎去試探，就是他走近一次失敗了，又走近一次，又去試探，又去試探，他 try again and again 試探。你會不會吃我？你會不會咬人？你會不會對我怎麼樣？所以這個叫試探了很多次。比如說，如果你喜歡一個女生，你可以試探一下這個女生喜不喜歡你。好，第一次你可以送這個女生巧克力，第一次的試探。你發現這個女生沒有什麼反應，所以第2次試探，你又送了她花，這個女生還是沒有什麼表達或反應，所以你可以試探了第3次，你送給她一個鑽戒，這個女生終於愛上你了，所以你試探了3次，這個女生終於愛上你了。第3次你送了鑽戒，她愛上你了所以試探就是你要試試看這個人的比如說他對你有沒有興趣，或者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個試探好，但是呢，老虎發現了一件事情，這頭驢只會2種動作，第一個就是大叫咿吼，第二個就是踢，用力的踢地面，用力踢地面。不是試探，不是 investigate 是調查。我覺得試探比較像這個英文 attempt， 比較像 attempt， 你試圖想要知道對方有什麼想法所以試探不是 investigate 是調查，他想要去調查好，試探是你想要知道這個人有什麼想法，他喜不喜歡什麼好 OK， 我們往下看。這一次你可以試探一下這份工作適不適合你比如說你可以去那就去做了，對不對？你可能這份工作有試用期，你可以去試一下
好，那這一次老虎不再像以前那麼害怕了，它慢慢走近驢子，因為它知道驢子只會2種動作，一種是叫，一種是踢，它好像不會別的把戲了。這頭驢好像沒有別的本事了，它只會這2種動作。好，那麼所以它慢慢的不再這麼害怕這頭驢了。老虎慢慢走進驢子。好，我們再來往下看。驢子看到老虎，誒，怎麼又來了？這個老虎怎麼又來了？所以它有一點慌張。慌張就是你覺得可能有一點急，而且有一點害怕的感覺，慌亂啊，這裡是慌亂，你也可以用慌張，也可以慌亂，也可以哦，慌張或慌亂，不停的大叫和踢腿。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頭驢只會這2種動作，它不會別的了。所以呢，這個我們可以說看破手腳。哦，驢子被老虎看破手腳，就是你有多少本事，我現在都知道了，被看破手腳了。哦，你有什麼把戲，你有什麼本領，我都知道了。其實你根本沒有什麼本領，你根本一點都不兇猛，你根本就是一頭很弱的驢子啊。好，所以各位同學，這個我們中文可以說看破手腳啊，驢子被老虎看破手腳了啊。好，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露出馬腿，這個之前學過，對不對？露出馬腿了。現出原形了啊！這頭驢現出原形了。其實這頭驢沒有那麼兇，沒有那麼厲害啊。好，我剛講了好多用法，你們知道怎麼說嗎？對，看破手腳還有現出原形了。現出原形了，就是他根本就沒有很厲害，沒有很多本事哦，看破手腳了或我們說露出馬腿了，或露出馬腳，露出馬腳了露出馬腳了都是一樣的意思，就是你被人家知道你有多少本事了，你根本就沒有那麼厲害好，現出原形，露出馬腳，還有看破手腳都可以好的，我們再往下看。老虎這次完全明白了，驢子除了叫和踢腿之外，沒有其他的本事。你就只會踢，還有叫你現在是在直播嗎？是的，我是在直播好，那麼所以呢，老虎經過了這麼多次的試探，他完全明白了 ，completely understand， 完全明白了。驢子除了就是 except， 除了叫和踢腿這2種本事之外，他沒有其他的本領了。好，我們常常會說本事跟本領，就是 what you got 你有什麼本事本領。好，所以呢，各位同學，驢子被老虎看破手腳了他知道老虎知道驢子根本沒有什麼本事，根本沒有什麼本領，他只會這2個這個叫微末，很微末的本事很微末的本事。微末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微末 tiny very tiny skill， 微末本事。你的本事不怎麼樣嘛你的本事不怎麼樣，微末的本事好，根本你的本事就不怎麼樣，你只會叫，你只會踢腿其他都不會你根本打不過我好，老虎不再害怕，突然撲上去，把驢子制服並吃掉了它。好，可憐的驢子就這樣被吃掉了。好，所以不再害怕 ，no longer， 不再，很棒的一個表達no longer， 不再害怕，突然撲上去。好，如果是撲上去的話，就是把一個人或把一隻動物撲倒。你會把一個可能是站着的人或動物，你把它撲倒。比如說，可能老虎會把兔子它會撲上去所以老虎在捕獵之前會把一個獵物抓住，咬住它的脖子，對不對？然後
跳上去把這個動物給這個撲倒，中文叫撲倒哦。好，就是跳到這個獵物的身上，把它壓倒，把它壓制在地上的感覺，压制在地上的感觉。好，我剛剛說壓制哦，就是你跳到這個獵物的身上，然後呢把它壓制住，把這個獵物壓制住哦。好，把驢子制服。好，制服有2個意思。第一個意思就是 uniform， 就是可能公司會要求你穿特定的服裝，這種服裝就叫制服，這是當名詞的用法。第二個制服的意思就是你讓一個人投降，你讓一個人受到你的控制，這個也是制服。比如說警察抓到了小偷之後，如果這個小偷掙扎想要逃走，那麼警察就會把他制服住，那小偷就沒有辦法亂跑了。一般你把一個人或一隻動物制服住之後，你控制了它，它沒有辦法隨便移动了，你把它制服住，所以警察會把小偷或把壞人制服住，那就會把它這個控制住或把它壓制住，這個壞人就沒有辦法移動身體了，他被制服了。好，第二個意思就是我剛剛說的哦，就是 uniform， 不是 manipulate 是不是制服，不是這個意思哦。制服一般就是用在警察把壞人制服住了，如果被制服住之後就沒有办法移动身體了，哦，你没有办法移動身體了，哦，好呀，好，並吃掉了它，把驢子吃掉了，哦，好 ，OK， 好，那所以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成語故事，叫做黔驢技窮。我們現在知道了這頭驢子只有2個本領，第一個就是叫，第二個就是踢腿兒，它沒有其他的本領了。所以黔驢技窮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黔驢技窮，我是不是寫錯字了？制服，我查一下制服，為什麼我會寫在這個制服？對耶，我看一下是這個制服哦，讓我查一下，制服住。好，大家讓我查一下哦，制服。对啊，制服沒有錯，是這樣寫沒錯，制服。另外這個服我看看，制服。應該是這個制服哦，所以我寫的沒有錯，這個是這個制服才是對的，是這個制服哦，所以這個制服有2個意思，就是我剛剛說的是對的，好 ，OK， 請用這個不是麗芬寫的那個，是我寫的這個好，那麼黔驢技窮是什麼意思呢？它是指一個人看似很有本事，但實際上能力有限，到了關鍵的時刻便無計可施。好，所以黔驢技窮的意思就是這個人看似就是看起來好像 look like， 看起來好像很有本事，但是呢 actually 事實上能力很有限，他不是很有本領的人，到了關鍵的時刻便无計可施，到了需要他的時候，其實他想不出辦法解決問題，沒有辦法面對挑戰所以這個就是黔驢技窮的意思，就是這個人本領其實很有限，但是他會讓你覺得我好像很厲害，但是真正遇到了困難或挑戰的時候，他一點辦法都沒有這個就是黔驢技窮的故事好，無計可施就是他沒有辦法，想不出辦法解決問題，叫無計可施，想不出辦法解決問題无計可施。
好 ，OK。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3個問題。今天的故事是不是有一點難？我覺得你們好像感覺今天的故事有一點難，對不對？哦，好，來，問題1，驢子剛來的時候，老虎為什麼不敢接近它？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哦，驢子剛來的時候啊，老虎躲在樹的後面。他不敢接近驢子，為什麼？為什麼呢？有人說，對啊，老師，今天的故事比較難呢。對，我也覺得。好，為什麼呢？我們都知道前驢就是前這個地方呢是沒有驢子的。所以這裡的老虎從來都沒有看過驢子，答對了，很好。因為老虎從來沒有看過驢子，沒有看過這麼大又這麼奇怪的動物，所以他感到很害怕，不敢接近它。老虎只敢躲在樹的後面，仔細觀察。這個到底是什麼動物啊？所以因為老虎從來沒有看過驢子。好，我們來看問題2。驢子第一次和第二次嚇老虎用了什麼方法？這題應該很簡單，對不對？老虎被嚇到了，他被驢子嚇到了。那驢子第一次和第二次嚇老虎，他用了什麼方法呢？好，Mandarin 說老虎不敢接近驢子。因為住在貴州省的他從來沒有看過驢子。OK， 對，很好，從來沒有看過驢子哦。好，這題很簡單，已經有人把答案寫出來了。第一次嚇老虎的方法是大叫，咦吼，大叫。第二次嚇老虎的方法是用後腿重重的踢在地面上，發出了巨響，所以把老虎嚇跑了。所以各位同學，你們要試着回想一下剛剛學過的句子，把它再念出來，那表示你有吸收進去，你有學到這些句子。好，驢子第一次嚇老虎用的方法是大叫，咦吼，然後老虎就被嚇跑了。老虎被嚇得轉身跑回山上。第二次呢，驢子用後腿重重的踢在地面上，老虎發出一聲巨響，老虎被嚇得什麼？那個成語還記得嗎？什麼飛什麼散，靈魂都離開了 ，soul leaving his body。這個叫老虎被嚇得，對，魂飛魄散，被嚇得魂飛魄散。好，所以老虎就被嚇跑了，逃走了，老虎逃走了哦。好，那你簡單的回答，當然就可以回答大叫和踢腿，大叫和踢腿，對，魂飛魄散。好，問題3，老虎後來發現了什麼？好，這題應該也不難，對不對？老虎發現了什麼？好，其實老虎試探了很多次，他仔細觀察了驢子很多次，他明白了驢子怎麼樣，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害怕，根本不需要害怕驢子，根本不需要害怕驢子。為什麼？因為老虎怎麼樣？試探了很多次，他發現驢子怎麼樣？好，很棒，有人答出來了。老虎發現了驢子只會2種動作，第一個是叫，第二個是踢腿，所以老虎後來就不怕驢子了。驢子後來發現，不是驢子，老虎後來發現驢子根本只會叫和踢，答對了，很好。好，安子玲也說得很好，老虎發現驢子根本沒有本領，它根本沒有本領，它只會叫，它只會
踢腿好，他沒有別的本領了。好，很棒。OK， 好，那這個就是黔驢技窮的故事，要把它記起來。我覺得這個故事蠻有趣的。其實現在可能你在工作的時候也有很多這種黔驢技窮的人，把自己講得很厲害，其實呢沒有很厲害好，那麼我們來複習一下今天的詞彙。好，請跟我一起念：脾氣暴躁，脾氣暴躁，不耐煩，不耐煩，慌亂，你也可以說慌張，慌亂，慌張，動作，老師現在的動作像機器人，老師現在的動作像機器人好，觀察，觀察，好 observe 觀察，無計可施，這個成語蠻好的，就是你想不出方法解決問題，你沒有辦法，你想不出方法來解決問題，無計可施，那很有可能形容這件事情不好處理所以你無計可施。好，無計可施，無計可施。好 ，OK， 這個就是今天的故事希望你們喜歡。我覺得有时候要聽一些比較有挑戰性的故事，你才会进步的比较快所以今天的故事如果太難的話，你也可以再把它看一遍我覺得今天的故事其實是蠻有趣的蠻有趣的。好，那麼今天的課就到這兒，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故事。我們星期四見，晚安，拜拜。